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魏文清。今天说国语，因为这次的主角是台湾大熊猫元仔元宝。元仔元宝是出生于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，雌性，分别于2013和2020年诞生。由于片长关系，这次会分成上下两集，上集讲元仔元宝的祖辈父母团团圆圆，下集讲他们的其他明星亲戚。시작。故事就由元仔元宝的外高祖父盼盼说起吧。1986年4月，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野外，一只5个多月大的雄性大熊猫幼崽失去了母亲，饥寒交迫，幸好被一名学生及时发现，把这只幼崽送到宝兴县风筒寨保护区管理所。这只熊猫幼崽后来命名为盼盼。对了，在野外没受伤没生病的熊猫幼崽不能随意救助，因为有可能是熊猫妈妈只是外出取食竹子，暂时把幼崽留在树上或安全的地方，妈妈会回来照顾孩子的。当地村民要确定熊猫幼崽是真的没有了母亲，才会把幼崽送到保护区的大熊猫救助站，免得好心做坏事。盼盼获救后，临时住进了工作人员李武科在保护区管理所的寝室。盼盼年幼时十分顽皮，除了在寝室里吃喝拉撒睡外，还乱抓乱咬东西，把李武科的寝室弄得凌乱不堪。不过李武科还是把盼盼悉心照顾好。1991年3月，盼盼已经长大成熊，被送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基地。然后高大威猛的盼盼和年轻美女东东被选中配对，并且恋爱成功。同年东东有喜，产下一对双胞胎，双胞胎中的姐姐就是元仔元宝的外曾祖母白云，弟妹绿地隔年夭折。熊猫是多偶动物，盼盼也不例外。盼盼与多只雌性熊猫繁育，共有19名子女，然后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后代数量过百。盼盼的血脉占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近1/4，英雄父亲当之无愧。盼盼长女白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成功的第一只大熊猫。1996年，白云和石石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，展开旅居美国生涯。1999年，白云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怀孕产女，孩子的爸爸是石石。这只雌性幼崽取名为华美。华美这个名字象征中国和美国的深厚友谊，它就是元仔元宝的祖母华美。2003年1月，石石因为年迈而先行回国养老，由另一只雄性熊猫高高接替。白云和第二任丈夫高高生下3个儿子美生、云子、小礼物和2个女儿苏林、珍珍，他们是华美的同母弟妹，团团的舅父、姨母，元仔元宝的舅公和姨婆。白云和高高的5名子女先后返回中国，白云和高高也结束多年的旅美生活，已经回到祖国。白云长女华美是首只在美国出生的大熊猫，也是首只从外国收回的海归大熊猫。2004年初，4岁多的华美回到中国四川，情窦初开。研究中心安排了4只雄性大熊猫跟华美相亲，最后华美跟来自重庆动物园的玲玲恋爱成功，并一击即中。当年9月，5岁的华美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，大儿子叫做华玲，小儿子叫做美玲。华玲后来被选中为赠台熊猫，并正式命名为团团。团团就是元仔元宝的父亲。华美是个英雄母亲，产下9胎14崽，其中有3胎5崽都是和玲玲繁育的。所以除了孪生弟弟美玲外，团团还有3个同父同母的弟妹，叫做婷婷、伟伟和好好。好好和伴侣星辉旅居比利时天堂动物园，两雄育有2胎3崽，大儿子叫做天宝，龙凤胎儿女叫做宝弟、宝妹。天宝、宝弟、宝妹将于今年12月回国，好好、星辉继续居住在比利时。元仔元宝跟好好、星辉一家有多重亲戚关系。好好是团团的妹妹，元仔元宝的姑姐，所以天宝、宝弟、宝妹是元仔元宝的表兄弟姊妹。另外，星辉跟元仔元宝也有血缘关系。
星辉是个盼四代，跟好好又是一对盼妹相亲。星辉是团团和好好的表表弟，元载元宝的表表叔。盼五代天宝、宝弟、宝妹也是元载元宝的3代表兄弟姊妹。另外，星辉的外祖母是雷雷，他是圆圆同母姐姐娜娜的儿子，也就是圆圆的姨生仔，所以星辉其实是元载元宝的表哥。天宝、宝弟、宝妹也是元载元宝的表侄和表侄女。琳琳和雷雷是圆圆的父亲和母亲，是元载元宝的外祖父母，已离世。琳琳生前是只大众公，与多只雌性熊猫繁育了几十个子女。例如，曾旅居澳洲阿德莱德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网网、福妮，它们是定居南半球的第1对大熊猫。其中，网网就是琳琳的儿子，圆圆的同父弟弟，元载元宝的舅父。而福妮则是雷雷的外孙女，她是圆圆同母姐姐龙心的女儿，也就是圆圆的姨生女，元载元宝的表姐。另外，福妮是盼盼家族成员，她是华美的表妹，团团的表姨，所以福妮也是元载元宝的表姨婆。也就是说，福妮跟元载元宝有2重亲戚关系。往往福妮今年结束15年旅澳生活，返回中国。又例如旅居法国的大熊猫欢欢，她是琳琳的女儿，圆圆的同父妹妹，元载元宝的姨姨。欢欢和伴侣原子育有2胎3仔，大儿子叫做圆梦，一对双胞胎女儿叫做欢里里、圆嘟嘟，他们是元载元宝的表兄弟姊妹。顺带一提，欢欢和原子有同一对外曾祖父母月月、苏苏，他们本身是表表姐弟。大儿子圆梦去年返回中国，原子、欢欢、欢里里、圆嘟嘟现居法国博瓦勒动物园。中国大陆赠送大熊猫给台湾，最早于1987年，由天文学家兼全国人大代表刘才品女士提出，其动议获得通过。随后，北京动物园选定玲玲、乐乐作为赠台大熊猫。不过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把大陆赠送台湾大熊猫一事定义为政治事件，于是事情就此搁置。直至2005年，大熊猫入台一事才再次被提起。2006年1月，国家林业局宣布，确定将一对大熊猫16号和19号送到台湾。16号和19号熊猫当时1岁多点，还是宝宝。同月29日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经观众投票选出团团、圆圆作为一对赠台大熊猫的名字。16号熊猫就是琳琳和雷雷的女儿，她被命名为圆圆，而19号熊猫就是玲玲和华美的儿子，乳名华玲，他被命名为团团。但由于当时还是民进党陈水扁主政，大熊猫来台一事没有得到允许，一直遥遥无期。直至2008年初，国民党马英九当选为下一任总统后，大熊猫来台一事才现曙光。不过事情也并非一帆风顺，就在当年的5月12日，发生了汶川大地震。当时团团圆圆居住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卧龙和桃坪基地。待地震稍缓，熊猫基地职工就不顾自身安危，抢救基地内的60多只国宝。最令人担心的是，万一团团圆圆有肾膜3长2短，就很难向两岸人民交代。职工们跑到团团圆圆的圈舍，圈舍已成废墟，2只熊猫不知所踪。团团很快便被寻回获救，但圆圆和另外3只大熊猫毛毛、小小、菲菲宣告失踪。5月17日，寻回2只饥肠辘辘的大熊猫，菲菲自行归来，圆圆也被发现而带回熊猫基地。后来，毛毛的遗体被发现，毛毛确定遇难。毛毛是旅澳大熊猫网网的母亲，小小是新兴的小儿子，一直也没有寻回，至今生死未卜。劫后余生，团团圆圆受惊，搬到雅安市避风峡基地，在那里得到悉心照顾，很快恢复过来。另一边厢，马英九政府上台执政后，核准把大熊猫输入台湾。就这样，当年12月23日，4岁多的团团圆圆作为赠台大熊猫，一同前往台北市立动物园，并居星光特展馆。2009年1月26日，大年初一，团团、
圆圆已完成检疫隔离，正式与游人见面。团团圆圆凭借可爱的形象，旋即在台大受欢迎，为台湾民众带来阵阵欢笑。几年过去，团团圆圆由亚成体长大到可以谈婚论嫁、生儿育女的成年大熊猫。熊猫的发情期1年里就那么几天，团团圆圆一直未能顺利圆房，而人工受精也失败，圆圆未见怀孕。直至2013年，两岸的专家通力合作，终于人工受精成功，圆圆有喜。7月6日，圆圆诞下一只雌性幼崽，体重183克，乳名圆仔。圆仔成为首只在台湾出生的大熊猫。然后经公众投票选定，圆仔成为熊猫宝宝正式的名字。圆仔这名字有几种意义，圆仔就是圆圆孩子的意思。此外，圆仔也有花卉圆仔花和台语汤圆的意思。2014年1月6日，半岁大的圆仔首度亮相，正式与公众见面。动物园也每天上载圆仔的生活片段到网络上，让民众见证熊猫宝宝的成长过程。圆仔实在太萌了，在岛内掀起了熊猫热潮，圈粉无数。就这样，台湾民众看着圆仔一天一天长大，有一只183克的粉红色小老鼠长成大熊猫，转眼间圆仔今年已经11岁了。对了，圆仔是盼盼的长房长女、白云的长女、华美的长子、团团的长女。圆仔出生后，动物园的专家团队也有努力想帮团团圆圆拼第二胎，为圆仔添个弟妹。可是几年下来，不论自然交配或是人工受精，都失败收场。直到2020年，圆圆人工受精成功，再度怀孕，并于6月28日产下一只雌性幼崽，体重186克。随后经互联网票选决定，团团圆圆的第二胎正式命名为元宝。元宝现年4岁多。2022年11月19日，团团因病先行一步，去了潘达星，享寿18岁。团团的遗体被制作成标本，于今年5月17日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，在濒危动物故事馆展出。团团以另一种方式再次与市民见面，继续向大众推广动物保育的观念。圆圆3母女继续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里生活。由于片长关系，上集先聊到这里，下集讲圆仔、元宝的其他明星亲戚，马上为大家送上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麻烦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感谢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